小主们的下线镜头究竟有多唯美？看完这辈子无法与扎龙和解，紫禁城的冬日总是难熬的。如意去见了高希月最后一面，二人难得的交谈中，高希月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他不过为他人做了嫁衣。他敬皇后，皇后却不许他有自己的孩子。他爱皇上，皇上却要让齐汝在药中动手绝了自己的生机。心如死灰的高希月最后算计了扎龙一次。高希月去世前没有一句台词，仰头看着那四方的天与四方的怨，看着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被困在其中，终日算计却不得善果。最怕冷的他还是倒在了雪地里。一生端庄持重的富察郎画，却是死得最狼狈的一个。他本不是扎龙心中的福晋人选，但因为何事被硬塞给了心有所属的红利。郎画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正式尊严，为此他用尽手段装的贤良淑德，但临死前扎龙却将他最在乎的东西狠狠踩在脚下。富察郎画用自己最在乎的富察一族起誓，也没换来丈夫的半点信任。最后扎龙头也不回的走了，独留病重的郎画挣扎着从榻上摔下。小琵琶精的下线更是凄美到了极点，他最擅长的是乐琴，但因着扎龙喜欢而弹了一辈子的琵琶。他这一生都活在别人的算计中，临了却什么也没留下。曲有误，周郎顾。他因一首琵琶曲入了扎龙的眼，又用琵琶给自己弹奏了赞歌，最后像泡沫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易欢这一辈子痴爱扎龙，却被心上人防了一辈子。接受不了真相的他，给自己选了一个最惨烈的死法。易欢任由烈火吞噬自己的躯体，这张漂亮的脸蛋曾让他得宠于皇上，如今也同那些情诗一起被烧了个干净。金玉妍为了御史王爷在宫里斗了一辈子，但死前才发现自己这一生的爱不过就是笑话，所以临死前，金玉妍将头发换成未婚的麻花辫。他终是放下了世子，期盼着来世可以自由自在的活着，寻一位情投意合的郎君。如意去世时，时间仿佛静止在了那一刻，他走得很安详。虽然这一生被爱困在红墙之中，活得凄惨困顿，但最后那一刻似乎所有事都看开了。他就坐在那儿，仿佛又看到了曾经城墙上的红丽与青樱。这一生的纠缠，到头来还是应了那句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受尽情伤的李千金，还是原谅了寡情的裴少俊。轩轩为啥要给死对头的侄女改名呢？轩轩斗了大半生，终于成了后宫最尊贵的女人，但因着她与宜修的恩怨，如意也受到了冷落。别的妃子都从前邸搬进宫了，就留如意搁那儿守家，美其名曰守孝，实则是监禁。但好在如意不是个小肚鸡肠之人，没有因甄嬛之事心生怨怼，相反还做了两人的和事佬。有他的劝和，扎龙与轩轩之间的关系才稍稍缓解了一番。为了与旧事斩断，他请甄嬛赐名。此时的轩轩因着移宫之事，对如意已经少了许多敌意，所以问了他的期许，但如意的回答却让甄嬛与福家都愣住了，因为他的愿望竟是奢求虚无缥缈的爱。此刻的轩轩作为过来人，明白青樱所求之事不过是镜花水月，帝王之心最是缥缈，看似握在手里，可不知何时就会如同泡沫一般消散，所以给他赐名如意。这是甄嬛对如意的祝福。曾经的甄嬛何尝不像如意一般奢求过一人心，但经历过晚晚泪倾后，她才明白深宫之中，真心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轩轩希望自己不曾得到的东西，青樱可以拥有。而且扎龙虽不是他亲生的，但还是很了解他的秉性，也看得出青樱的倔强，因此自然也明白二人并不合适，所以希望他可以安稳度日。但兰因絮果从青樱变成如意的那一刻就开始了，他开始与弘历渐行渐远。经历过众多猜忌与算计后，如意也发现当年的少年郎终究是回不来了。心灰意冷的他断发修肤，震惊了整个后宫，但轩轩对如意的行为却是十分理解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这样的结果对甄嬛来说只能说是意料之中，从他赐名那一刻就已经预料到了二人夫妻末路的结局。轩轩从最讨厌如意的人变成了最心疼理解如意之人，因为如意待他的真心，为他保住了灵犀，使小女儿不用远嫁。
而且他仿佛看见了曾经的自己，那个死去多年的刚入宫的甄嬛，所以他才会阻止扎龙废后，以及在如懿死后质问皇上为啥那么绝情。甄嬛是佩服如懿的，要不也不会在赐名时祝她一生完满了。但青樱虽改名如懿，这一生却无法如意，只能说扎龙不配得到如懿的真心呢。怂包温实初做过最大胆的事情，并不是和梅姐姐的一夜温情。温实初身为首席太医，怎么可能没有避孕的意识呢？要是俩人的私情泄露出去，不光性命不保，甚至会有诛九族的大祸。可他宁愿冒着这样的风险，也不愿给沈眉庄喝下避子药，有这3点原因。很多人都说太医拿药的时候都会记录下来，给沈眉庄配一副避子药就等于留下了犯罪证据。但是当初梅姐姐染上10亿的时候，正是温实初偷偷配药给她治病的。可能避子药的方子配出来确实暧昧了一些，不过凭温实初的医学水平，完全可以用一些其他方子拿到自己想要的药材。所以他不给梅姐姐喝避子药，完全是因为他不想。其次就是他早已对眉庄暗生情愫，这段感情看似是沈眉庄的一厢情愿，但温实初早就移情别恋了。虽然他是受甄嬛所托才照料眉庄，但他看到梅姐姐忽略健康的行为，也会不由自主的着急生气。即便是看出来暖情酒的问题，他还是将错就错，和梅姐姐发生关系。由于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他没有十足的心理准备，以至于躲了眉庄将近1个月，完全错过了最佳避孕时期。直到眉庄发现自己有了身孕的迹象，温实初才硬着头皮去碎玉轩诊脉。但毕竟是药3分毒，他的身体状况温实初是最清楚的。安陵容和华妃不就是因为避子药的原因才坏了身子？更为关键的原因就是两人的相处过程当中，梅姐姐才是有主导权的那一个。温太医一贯做事温吞，瞻前顾后，自然拗不过沈眉庄的心思。像他这样有主见有决断的人，早就预想到了事情发生之后的所有结果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他心里都有数。这时候的温实初虽然对沈眉庄的心意不明显，但他是一个非常愿意为别人考虑的人。如果在这种时候非让他喝下避子药，不但会伤了他的心，还会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，好像是急于撇清关系一样。而且他还有一些侥幸心理，毕竟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。